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2025大男主劇熱度榜單出爐，肖戰輸王鶴棣，楊洋跌倒數第二，龔俊未上榜。剛過完2025年的劇王廝殺季，雲和數據新鮮出爐的男演員一番熱播7集均榜直接炸，這波頂流排位賽簡直比劇裡的劇情還抓馬。檀健次殺瘋了列罪2 5607萬級均，審議成刑偵劇天花板。誰能想到2025年開年第一個劇王是檀健次帶着列罪圖鑑2殺出來的。這部雙平台開播的刑偵劇直接交出了5607萬級均播放的成績單，酷雲全端播放量更是飆到2770萬，穩坐2024網絡劇播放量 TOP1。作為列罪圖鑑的續作，檀健次飾演的模擬畫像師沈毅，這次不光要畫兇手，還要畫人心。開篇就是偶像組合宿舍兇案裡的詭異黑影，後續連串天坑藏屍、自殺誘導案件，把畫像追兇的爽感拉滿。更絕的是，劇集把沈毅的心理創傷和案件深度綁定，他因為沒能阻止前案兇手，總被噩夢糾纏，直到在畫展遇到神秘男子點醒，才重新找回畫像的靈性。雙平台的排播戰術也很懂觀眾，直接讓觀眾追得停不下來。檀健次甚至憑這個角色拿了年度最受歡迎男演員。網友直接喊沈毅之後再無畫像師。王鶴棣贏麻了大鳳打更人4626萬級均，古裝喜劇殺瘋央八。王鶴棣這次是真的支棱起來了，大鳳打更人以4626萬級均排第3，直接把肖戰的《藏海傳》甩在身後。這部登陸央八加騰訊視頻的古裝玄幻劇，簡直是流量加口碑雙豐收。央八酷雲收視率峰值 1.27%， 騰訊視頻站內熱度破3萬，還翻譯成14種語言衝了 Disney+ 海外榜。劇情講現代打工人楊玲穿越成大鳳打更人許七安，用現代科學家推理破玄幻奇案，比如用化學知識識破妖術騙局，靠刑偵邏輯揪出朝廷內鬼。王鶴棣把許七安的劍盟和熱血拿捏得恰到好處，前一秒還在跟同僚插科打諢，後一秒為了護百姓直接扛着刀硬剛暗黑勢力。連 TVB 都專門剪了粵語版播出。港媒評價比《尋秦記》還會玩穿越。肖戰《藏海傳》輸在哪？4370萬級均，權謀劇遇上古偶圍剿。作為上半年的古裝頂流，肖戰《藏海傳》級均4370萬排第4，其實成績不算差。畢竟優酷熱度破10400，央八收視率峰值 2.13%， 還是上半年播放量冠軍。但撞上大鳳打更人的喜劇 Boof， 確實少了點破圈梗。這部劇講欽天監之子智奴滅門後化名藏海，用堪輿術在朝堂復仇。他靠看風水識破宮殿暗殺局，用建築機關端掉反派老巢。劇情走的是權謀加復仇的厚重掛。肖戰的演技是真的穩，藏海初回京城時的隱忍眼神，揭露真相時的顫抖聲線，都讓觀眾直呼代入感太強。但問題也在這，權謀劇節奏慢，而同期觀眾更愛大鳳打更人的下飯笑點，連網友都調侃：藏海在宮鬥，許七安在整活，這誰頂得住啊？楊洋倒數第2。凡人修仙傳2841萬級均，
修仙劇輸在更新勸退。最讓人意外的是，《楊洋凡人修仙傳》集均2841萬排第9，差點跌出前10。這部7月27日在優酷開播的修仙劇，其實制作算良心，特效還原了靈根測試秘境奪寶。楊洋飾演的韓立從草根凡人逆襲成修仙大佬，眼神戲從怯懦到冷冽的轉變很驚豔。但更新節奏直接勸退觀眾，原計劃週更，結果改成週1到週3、週5、6更2集，週4日更1集，連追更日曆都能繞暈人。加上同期無憂度、任嘉倫的《聊齋》單元劇更抓馬，觀眾直接分流。有網友吐槽，等韓立出擊，我都快忘了前面劇情了。黑馬扎堆。郭京飛漂白5098萬，楊旭文唐鬼3播一半就衝第6。榜單裡的黑馬比頂流還刺激，郭京飛漂白以5098萬集均排第2。這部劇講污點證人幫警方端掉販毒集團，郭京飛把角色的掙扎感演到骨子裡，一邊是毒販的死亡威脅，一邊是警方的信任托付，連哭戲都能讓觀眾跟着揪心。更狠的是楊旭文《唐朝詭事錄3》，播到一半就以3413萬集均衝第6。這部劇延續了前作的單元探案，盧凌風、楊旭文氏這次要破傀儡殺人海市迷局，特效直接把唐朝志怪拍得像恐怖片。網友邊怕邊追，更新太慢，我已經2刷前作了。榜單背後，觀眾變了，好劇不只看流量。看完這張榜，其實能發現一個規律，現在的觀眾不為流量，只認劇好不好看。檀健次贏在劇情緊湊加角色貼臉，王鶴棣贏在題材新鮮加笑點密集，而肖戰、楊洋的劇輸在題材壯行或排播拉胯。令人遺憾的是，龔俊主演的《暗河傳》未上榜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這只是熱播期集均，要是算上長尾播放，《藏海傳》《凡人修仙傳》未必會輸。比如《藏海傳》現在還在 Disney 家的 TW 榜首。凡人修仙傳海外評分都漲到8.3了。最後問一句，你追的劇上榜了嗎？